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Horace。今天要跟各位聊一聊讲了很多次的 A4 架构，究竟 A4 架构怎么定义，有什么代表机种？那最后就是装机影片。对，我就是一直拆电脑、主电脑拍来给各位看。后台显示7天内重复观看我影片的人数是订阅人数的5倍。我以前都不爱订阅了，但自从自己做了影片之后，就一直订阅别人家的频道，还请各位支持，感谢大家。那我们开始主题。A4 架构是主机板与显示卡背对备用延长线连接，使整体的厚度缩小。至今呢是 ITS 的机壳主流设计。这个概念早在2015年被提出，那2016年发表第一代的 DAN A4 SFX Version 1，这个之后也被称之为 A4 架构。那如果更早的话，也让我知道一下。这个联力代工的全铝机壳，它的体积只有7.2升，那最新的版本还可以支援120水冷，但需要搭配短显卡。那短显卡之前影片有介绍过了，其实现在的选择越来越少。那追求水冷的人可能会选择更大的 A4 机壳，如 Q58。那因为 Q58 也介绍过了，我就先带过。同架构的代表机种还有 S1。这一款机壳采取 CNC 加工，它的侧板就直接从凹槽那边插进去，然后圆孔也有倒角设计，在精致的外观下，螺丝减少到只有顶部的4颗螺丝，算是高阶 A4 机壳的代表机种。连猫头鹰都有出 S1 专用的散热器。体积则为 8.2 升，需要水冷的话可以加购顶盖，那高度会增加26 mm。还有一种适合240水冷的 A4 机壳，如联力 Q58 与 T1。那 Q58 我之前影片已经做过了，那它的体积这一类的大概都在15升以内。垂直版本的 Meshlicious 也是相同的架构。那本期影片主要是专注在10升内的 A4 架构的介绍。以下的装机影片使用的是 Stick， 这个可以说是铁板架构的 S1， 那它的质感上面有所差距，但因为板材很薄，所以在 8.7 升的体积下可以塞入70 mm 高的散热器，在同级中算是很大的空间，比 S1 的66多了4 mm， 不要小看这4 mm， 这样就可以多一个 size 的大手山可以安装了。同时下面也有垫高，可以确保空气的对流。以下是组装环节。首先安装电源供应器，这里用海盗船的 SF450。那虽然这个线材很硬，但是因为这款机壳算是很好理线的，即便我下面装了一个 2.5 寸硬碟还是没有问题。接下来装主机板，这个时候我大部分会把散热器跟记忆体先装上去，但这款机壳其实建议装扣具就好，因为如图影片所示，其实我在装这个小壳的时候其实不算顺利。那最后完成如下，是标准的正压差配置，电源供应器与 CPU 的散热器都可以朝外来吸收冷空气。再来是显示卡的部分，10升内的机壳大部分都是双槽的设计，为了避免热气的累积，我这边用了鼓风扇的显卡，是 RS480 的 4GB 公版，那它的热气直接从后板排出，那插上各种线材之后即可开机。接下来是烧机的测试，这里是用8700，那跑完一趟 R23 就到85度了。那对于这种小架构来说，95瓦 TDP 已经算是蛮喘的。它的风扇其实也贴着侧板，那风阻难免会有影响，那噪音也称不上是安静。对于这种机壳要做长时间的渲染重载的话，基本上还是不建议这种小壳的。那显卡因为用鼓风扇，那散热当然是没有问题，但这种风扇就是著名的模拟飞行器，基本上是不会安静的。那关于这种鼓风扇的差别，我之后会再做个影片来用不同机壳来去做一个测试。那总结来说，这种10升内的小机壳作为游戏机当然是没有问题的，但不建议在乎噪音的使用者使用。如果是渲染，也只建议在100瓦以内的6核心处理器。如果超过的话，建议要先在BIOS下设定它的 TDP 跟温度上限。那以上是关于10升的 A4 机壳的介绍，我是 Horace， 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